好，各位爱好咖啡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七的录音的，对，很久没有在频道上面跟大家见面，对，因为在后来我们确实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对，忽略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做一些影片上的事情。那这次其实刚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又让我触起了这个想要在拍新影片的一个动机，就是我们曾经在去年的时候有一款家用烘豆机，就是 R1， 那这款烘豆机我个人非常的欣赏它的设计。那当然这个是基于我20年来的一些烘焙的心路历程，所以对于那样的设计的烘豆机，我是非常的赞赏它的整体设计，而且我后来了解到，原来那台烘豆机它的生产者跟生产团队，他们其实是从科技业进来的一个团队，所以他们其实在很多的思维跟着眼点上，他们用了跟传统产业不同的概念来操作。那这也让我觉得，在咖啡这样的一个传统产业的烘焙产业中呢，给予了一些新的想法跟见解。那这一次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去年这样的一个产品，在家用市场中得到非常的好评他们也进而推出了第二款新的设计，这不是2代，这是一个不同于之前 R1 的一个设计。简单来讲，就是以我们烘焙师的角度，它就是一个可以烘不同的量的大小的差别。那在之前的 R1，它一次大概最多就烘到150克，但是新的这一款，它可以有超过3倍的量，它可以烘到550克。那它已经开始能够有一点点进入了商用市场。那今天我就是要对这台机器做一个测试。那当然我也会把它拆。那在拆的部分，我想应该是另外会有不同的影片为大家做介绍。而今天呢，因为我现场我请到了他们原厂的工程师来做协助，所以等一会儿你们可能会有听到有一些是工程师的声音，但是你看不到他的人，因为他还是保持非常神秘的样子。那有工程师在，我当然就是要好好的折磨这台机器，看这台机器可以被折磨到什么程度，还是承受得住。好，那我在后面大概也去写一下我今天会去做的事情。那我们就会先用，因为他们在这个1年的累积下来，其实有相当多的曲线是建立在他们的 APP 上面，让消费者可以去选择。那所以我当然就要去看他们 APP 到底做得如何。但是事实上，你要知道嘛，像我们这种在烘焙厂工作的烘豆师，其实我们面对传统大型烘豆机都不是用这种手机 APP 的操作形式。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会觉得，我就直接用他们官方的曲线，那先去做一次烘焙，并且我会在风味当中去针对我所喝到的感受去做修正。那这也非常符合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的一种模式，先去做一个打样，然后针对打样出来的结果的风味去做修正。然后呢，这个过程我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第一个在机器的可操作性到底到什么程度，第二个呢，则是它真的有没有办法一步一步的去修正到我们社会生产咖啡的烘焙能够到达的目的。所以我今天选择豆子，刚好这是我在前一天我们在做真的用工业型的烘豆机生产的时候的一款豆子。那等一会儿我会用在机器测试。这款豆子是生产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它在澳洲附近那距离台湾当然已经有一段距离，它已经到了南半球的地方。然后新几内亚其实在传统上，它算是相当的早期就已经在世界上种植咖啡的国家。那当然近年来他们可能比较多被人家知道的可能是Tempura 的豆种，但是这个是来自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款传统的 Typica， 它也是阿拉比卡家族的一款历史最悠久的品种。那 Typica 对于一些比较资深的烘焙师或者咖啡人来讲，应该都会是相当喜欢它的风味。比起现在我们经常喝到一些喝起来非常光鲜亮丽、爆炸型的这些咖啡豆来说，其实 Typica 相对显得浮华无实，但是也因为它的浮华无实，
反而让一些喝咖啡很久的朋友对它味道是非常喜好的。所以呢，等一下我就会用这支豆子，然后刚好我手上也有我昨天已经烘焙完的豆子，那我们会做第一次的测试的喝法，那不会有飞车，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做烘焙，所以我们要让工程师来帮我们先设定到，然后我可以丢豆子的情况，让我知道，我听你的操作哦。老师帮我按钮 ，OK， 所以看起来我要先做一个按钮操作，然后它会开始预热，机油预热。那我们这次的烘焙量是300克了，300克其实并不是一个我常用的烘焙量，因为这个豆子量烘完之后，可能有机会不到半磅，那应该够了，半磅应该够。好，那因为对于咖啡豆来讲，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那能够做出什么样的熟豆，然后进而回算我们要运用多少生豆，其实是在做生产当中重要的事情。现在在做预热吗？对，那我们的基本设定是150度，对，所以要大概等个3到5分钟。OK， 所以它大概需要3到5分钟做预热。好 ，OK， 好，我可以倒豆哦。好，它这个倒豆其实还蛮有趣的哦。它为什么可以把一个550克的烘豆机做到这个大小？我觉得其实大小不是我很惊讶的事情，因为它其实只是把一些东西做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它把我们传统烘豆机的气料漏斗根本就把它独立了，所以当然可以变得很小。对，而且现在我们买的笔电，其实所有东西都在另外插上去的。不过 OK 啦，我觉得至少它让基本的功能在烘豆机上面一定完成。但是我觉得我一开始接触到在烘豆机，让我最惊艳的是它的功率。一般来讲，我们传统会接触到500克的烘豆机，那个功率可能是3000瓦，有这种数字在跑。但是这台烘豆机竟然是900瓦，它甚至就是我们在用的吹风机大概差别不大的一个功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不相信它是把能源运用的非常好，跟非常省能的设计哦。其实它在1代的时候，那个只有600瓦就可以完成150克烘焙，已经让我觉得非常好了。可是当现在它的总承载量超过3倍，它竟然让它的能源运用也只不过再增加1/2，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一个设计。好，那其实能够做到这么样，低能源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可以知道它一定要做非常好的一个保温能力啊。所以其实，在机器在保温上确实，我相信是下足的功夫。那这个应该在我们有机会拆机器的时候，可以从内部设计又可以探讨出一些端倪哦。现在坊间有很多可能只能烘焙个100克到150克的，动辄就是1200瓦、1500瓦这样的数字在跑。那相较之下，这样子的烘豆机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在能源上的使用。机器的话，在侧边有一个小小的排风扇，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去感受到它的排烟的效果。所以我现在在今天这种冬天的情况下，站在那个位置，其实还有点暖意思的，但是它并不会比一般的烘豆机来的温暖，因为你可以知道，它应该把热能储留在机器里面。它的观景窗，它甚至比许多的营业用烘豆机都要来得更大。所以这个在烘焙的过程当中，看着豆子在里面这样甩动，其实还蛮疗愈。我们一般营业用烘豆机可能观察窗可能就也许就一个眼镜镜片的大小，但是它这个有一个这么大的观景窗，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咖啡豆的掉落状况。你有晚点分。好啊，对，没事，我等下看一下，我还是会交还给你。好，没问题。然后烘豆机一样是用11管加热，但是它这次的设计
血饮管已经进入了炉子的正中间，所以它其实对于热能够给予豆子的效率也会给得更好。而且我推测，应该机器会用到高比例的对流热跟辐射热传递的能力。好，那这些比较物理学的东西，就不在这个地方讨论。但是事实上，它的能源使用是非常有效率。我是觉得冬天中烘豆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很温暖，很温暖，对，尤其寒流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温度大概到几度？现在大概140度左右，大概145左右。所以其实哦，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只要温度计没有太大的偏差，豆子在这个温度的条件下，应该有热造的变化。那我们其实从观景窗确实可以很清楚看到豆子的变化。对，其实现在机器教学真的还蛮方便。我其实之前已经有让它在几个教学的场域当中出现过。那对于学员去解释一下这个烘焙在烘焙过程当中会出现的颜色变化，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器材。这个大概只有少数的人会用到教学的作用。OK， 现在大概差不多125度啊。其实你看这机器，你看在这么高温度下，豆子已经进入了肉桂色的形态，可是它是不会烫的。所以我觉得在家里用真的还挺安全。好，那不会烫，豆子会变色，就是还是我前面不断强调，它把热能做非常有效的运用。重点，你花下去的电力的钱，那个钱是要让豆子得到热能，而不是一直吹热风机吹掉。OK， 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到178度，那豆子刚才已经有听到1、2次爆点。OK， 我记得它有一个引爆开始的按键，它选择几，可以帮我按一下。好，那所以现在豆子算进一爆。OK， 现在倒数30秒。然后，那官方的曲线设定是，你放下去之后，它会有30秒的执行时间，然后它就建议你给它出。所以我们就先照官方曲线把它做完吧。它还有一个选配哦，这种东西通常家用我们都建议就是放在抽油烟机下面哦。倒数。那如果没有，就最好开个窗。OK， 那我们把它打开吧。倒到中间。好，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可以来冷却完。但以标准的杯测来说，并不是一个冷却完就最好的一个可以杯测情况。不过呢，我们就用一个我们真的实际在生产会做的事情。有些时候碍于时间紧迫，快速调整，确实烘焙完冷却完之后就会做杯测，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马上来喝这批豆子。OK， 豆子已经冷却完成，其实来冷却完，我觉得效率还不错，在300克的情况下，大概2分钟左右就可以冷却到一个程度。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下我们通常在烘焙完之后会做的事情。首先先检验一下熟豆的重量，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OK， 熟豆是265.5，所以我们生豆用了300克，然后烘成熟豆剩下了265.5克，然后可以得到10重率。不过当然，10重率其实跟烘焙机的设计没什么关系，这完全是烘焙过程的结果。所以这样算下来，我们拿到的10重率大约是11.5克。那我们刚才用的这一支巴布亚新几内亚豆子，它是比利卡的，然后它是一个水洗，然后呢，它的生豆是含水率是4.6。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数字，我们来量一下它的颜色。
好，那这个仪器它可以是把水分密度跟颜色一次量出来。好，收到含水率还有2.1，我忘了开2遍速，现在开了再2遍速。好，再量一次，收到含水率2.1，烘焙度70.6。然后它的排放数，豆表是70.6。那我们再来要去量一下它的粉色。好，那刚刚我们直接磨粉，再量一下它的粉色。粉色是89.6，所以呢，它的 body routine delta 大概是这刚好是一个整数19，还蛮大。好，我们应该会喝到一个还蛮浓厚的咖啡。好，那这个烘焙度看起来比刚才官方浅焙曲线豆表给我们的位置70.6啊，75是浅焙，65是浅中焙，所以它是一个介于浅到浅中之间的位置。好，那粉色89.6将近90了，所以它已经是一个 extremely light 到 very light 之间，就是一个极浅到非常浅之间的一个风味。所以它的风味，但我们还是以看粉为主，所以它等下应该会是一个相当浅的风味。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推测，而且我会让它跟我昨天用商用烘焙机的脚踏比的大概合一下这个感觉。好了，我们杯测已经准备好了，这边是刚才我们用官方曲线调出来的。那这边呢，则是我昨天晚上用在营业用的大型烘豆机烘好的，所以我们就用标准的配色来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已经敲开了，计时器开始了。会选择用杯测的原因但目的还是为了减少这个因为其他因素造成的变化，所以这个当然可能会跟一般的大众稍微有点距离，但是站在专业人士或者以我们在口堂生产，杯测却是我认为最适合我们在使用的一种手段。好，先我们看香气。其实在香气的酸值上面略有一些差异。事实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是会有一些酸的火锅感在香气当中呈现。那当然刚烘好，可能还是会有点受限。然后，所以它的香气闻起来有稍微多一些合伙型的调性。然后在火锅感，那毕竟这个已经放在原料上，它的呈现表现非常好。我觉得其实还不错的，也以我刚才感受下来，就是并没有闻到明显在烘焙上产生的气味缺陷。而且其实电热型的烘豆机跟我们营业在生产的瓦斯型烘豆机，它会在一个基本的调性会出现一个变化。那我经常在教学的时候会谈到，如果你比较习惯以电作为加热模式的，或者是你习惯以瓦斯作为加热模式的，你后来就会习惯这个风味，那它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风味感受。OK， 好，可以先断一下。OK， 那我们就要让它。其实香气不错耶。这真的已经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尤其一个才刚烘完不到10分钟的情况。
好，那现在咖啡呢，属于比较烫的情况，可能还是要稍微再等个几分钟之后，咖啡是比较适合就好。你又可以停一下。OK， 好，现在温度大概降到一个比较合适入口情况下，我们来喝一下。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就是本来就这样的数据哦，我会比较担心它会不会有烘的还不太够熟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它应该就已经有进去那个状况，当然还是有一点修正的空间。好，我来针对这样的风味描述一下，在我们平常生产的产品，这杯咖啡它会有一些像饮子这样的味道啊，那它有淡淡的白花型的香气，然后它的甜感是相当好的，那整个风味其实是宽松的，它不是那种非常扎实型的香气。那因为在烘焙的时候，我们会去操作，不要让它有太多的色感变化和那个口感。那这个其实是从烘焙曲线上面操作的部分。那当然，回到我们喝所谓单品咖啡的几个重要的要点，能够喝出低咖的特性，酿的宽松，然后有一个清爽，然后带有一定扎实度的甜，不会非常具象的香气，但是你会知道它会是非常细致的。那这是一款可以在这边有这样表现的豆子。那我们来看一看用R2的官方曲线烘这样的豆子，它会出现的状况。其实我觉得已经喝得出来，它本身在精品咖啡里所诉求，在品种跟风土上的一个特点。那其实这样比较好吧说，就是喝咖啡或烘焙比较有经验、比较长时间的一些咖啡人来讲，我们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喜欢太强烈的处理法味，所以水洗豆通常它是会让处理法能够造成的风味影响相对比较低。那我们可以品尝到更多在品种跟在风味上的特色。我觉得差异已经不大，色感也多一点，但色感比较多，有些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跟刚烘完有关系。哇，我觉得这风味我还蛮讶异的，其实出乎我意料当中的优秀的部分。那我觉得甚至在不特别的条件情况下，这已经可以喝了耶。对啊，好吧，今天我努力的找我看这款豆子，我在烘焙上可以做问题。好。核果味可能多一点，然后活泼度有稍微弱一点点，因为我刚刚在烘的时候，它在烘焙曲线中段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拖到，所以呢，也许我下一批反而，我本来会怕它会太快，但是刚才整个看它烘焙结果，我觉得并没有太快的问题，那它只是在流熬之后的时间偏短，所以也许我试试看，让煮时间不要太大改变，但是我让流熬开始之后的发展期把它做长一点，那我就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列车的。我们刚刚喝过第一轮之后，其实我觉得它已经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表现，所以其实我觉得需要调整的部分不多。那当然烘别的情况也许会并如此啦，只是可能刚好这次的测试，它让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状况。所以根据刚才喝到的风味呢，我大概演拟了几个要去修正的策略，等一下就要考验一下我们工程师他们家的机器到底可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我希望能够在大概跟上一波总烘焙时间不要改变的情况下，但是呢，我让它的一个发展期再稍微加长一点点。那这样的话，理论上就我们烘焙经验应该可以喝到更复杂的风味香气，更多的甜感、口感会提升。那因为刚才的那波烘焙在烘焙曲线的中段，它熬瓦稍微有掉了一下，所以我希望在中段的曲线，在熬瓦这个部分，它不要有一个掉下来的问题，它能够做到一个一开始比较大，然后后面缓降的一个情况。好，那机器已经热机完了，我得进豆子，就。OK， 现在
在豆子也到了软黄点，那我们量测到的温度跟时间大概？156，然后5分40秒。好，大概是5分40秒，然后156度。这节奏我觉得也许有一点点快，比如稍微试个看大刹车一下。乖哦。好，现在豆子已经大概到热归色的状况，那大概在170度左右，时间大概7分20秒。7分20秒，有一点快。OK， 这锅可能有点快了。第二声，3、4、5，按。OK， 开始录。倒数60。你就开始录了吗？OK。倒数60。对，所以现在开始报，所以我们就是从按下去的时间点跑1分钟，然后让豆子出来。但你可能可以考虑把火压得非常小，大概5种。对，那可能等下整个烘焙就会不一样。我看时间了。刺激。14。OK， 12、11、10、9、8、7、6。可以直接看到4、3、2、出。哦，跟这个咖啡朋友强调，这个动作其实需要戴手套，我实在是只是偷懒而已，不然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操作，我们还是不要被看到。颜色其实看起来跟前面的烘焙是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等一下还有别的参数可以进行的。好，那现在冷却了，这常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锅的一些烘焙完的参数吧。好，熟豆是264.4克。264.4，所以其实确实有比我们烘的上一锅失重率有增加。那我们看一下它失重率变多少。我得找我的手机。好，那这锅的失重率有比上一锅增加一点点，增加了0.4个百分点，所以看起来有机会豆子多一点的发展。那我们再去量一下大概一些其他的参数上的变化。OK， 熟豆含水率有下降一点，豆表颜色也变深了一点。熟豆含水率现在是2.0，不过这个可能也是属于仪器的复杂范围内。然后豆子的颜色变成了69.4。好，那我们一样要量一下粉色。好 ，OK， 那现在这边是我们烘的第一锅，这边是我们烘的第二锅。看一下香气的图片。第一锅烘好到现在放了一小段时间，其实它有比前面一次测的时候香气有点改善。其实第二锅的焦糖香的感觉有点多，那第一锅有一个奶油型的香气在里面。那我们还是以喝为主。其实我通常不是那么在乎开香气，因为是让咖啡喝到才算数。好，那我们准备冲水了。因为我刚才一把好像是从右边冲到左边，觉得这一把我从右边冲到右边。看一下是相信的。第一锅的香气感觉有比
然后烟感会比第二波有一点，第二波感觉在烟感上面更降低一点。太妃糖其实香气在第一波现在表现很清楚，看起来这个已经放了1个小时左右。我一般建议啊，你喝完的豆子之后，最少，如果你要喝，至少要放6个小时。这个的话还是比较蜂蜜型的调性，焦糖型的香气为主。这样喝看。好，我们一般煮水之后，大概平均等4分钟左右吧。OK， 好了叫，那我们就开始要进行扩大。好，那第一波其实在扩大的时候还是有蛮多的荷果类型香气。并且我们现在有很轻微的一些植物调性，那种植物调性出来，它可能会有一点反应的风险。我们的第2次的烘焙呢，虽然它一样有一些荷果调性出来，但是在焦糖型的香气，它感觉的强度是比较高的。再把表面给复杂了。好，那我们先，还是先喝第1个样。其实我觉得稍微放了这一下之后，它的风味有再清晰了一点。那酸质的表现也再明亮一点，那有点荷果的调性，那口感上有一定的厚度在，我想它的一个烘焙时间还蛮够的，那余韵还 OK。那就还跟我讲的，它处于一个刚好熟的位置。你说在喝的时候有办来煮吗？我觉得以我如果是评审的身份的话，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好喝，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在生活中评审能做的一个差别。那我们来喝一下第2个样品。第2个样品当然是刚烘完的，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情况。好，用可以喝到它在焦糖的甜感，那在蜂蜜的甜感会变得更多，口感稍微清爽一点。因为它的时间我们其实还是比前面一锅来的稍短一点。那可是风味有一个比较好的接续性。可能在烘焙过程当中，我们那个让它的阿瓦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变化。那我们自己的经验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阿瓦变化，它会得到一个比较良好的风味接续的一个状况。虽然它才刚烘好，理论上它应该风味的呈现会比较差，但是其实在现在的条件喝下来，这杯的丰富性、口感的层次感，已经感觉会比第1个更优秀，所以看起来我们的调整是不错的。我相信这2个烘焙可能各都会有它的支持者在。不过呢，如果就一个总和考量，那如果站在精品咖啡，或者是甚至在一些比赛的角度来看，在第2个烘的东西，它虽然口感跟余韵并没有比较好，但是因为它整体的层次性、丰富感、延续性还有复杂度都变得比较好了。而且这2个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刚刚检验的数据，它几乎是落在相同烘焙标准，那完全就是在曲线变化所造成的一个不同的烘焙结果。那所以也可以看得到，很有趣的是，刚刚其实给的曲线看起来用起来就有不错的表现。可是呢，如果你对烘焙的技术或者是烘焙的知识有足够的深度的话，你再借由一些人为的修正，它确实有机会达到一个我们希望达到的好结果。所以看起来R2应该是一个很值得投入跟再进一步去玩的作品吧。那除
这个车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不太会浪费人的豆子。进阶者看起来也有足够空间可以玩下去。好，我其实还蛮期待下一次把它拆掉之后这样子。这样。好，所以那个第二杯呢，当然我觉得它的水果调以这个李子为主的一个调性是还在的，但是呢，它开始多了更多的焦糖性的香气。然后呢，我会觉得它在这个复杂跟层次感变好了。复杂层次感。好，所以呢，这也反映出我们在曲线控制上会出现的效果。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机器挺有趣的。那就这样吧，下次见。